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在躺平了一年过后的这个兔子啊，我们今年呢终于要动起来了。那属兔的在这个2025-14年啊，又会是一个如何的运势呢？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吧。那属兔的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运势啦。老天啊，觉得你休息太久了，所以呢，就来让你慢慢的开始动起来。那它给你的一个吉星就是所谓的禄星啦。那这个禄星呢，代表的是你有很多的一个动力去做事情，你真的要开始跳起来了，你要动起来了。那当然啦，我们这个禄星呢，讲的是你会开始变得忙碌起来。那你所有你做的东西呢，都会有一个回报。所以呢，它是一种辛苦钱，或者呢你要做才有的一个吉星。那如果你还是继续在躺平的状态的话，那你就完全用不到这个吉星啦。所以呢，这个吉星的一个重点就是要记得你肯定要动起来，无论什么工作，无论什么事情都好，你先说好，我去做，好，我可以承担。好，我可以负责这个东西。当你真的愿意去承担，愿意去做的时候，那这个路呢，很多时候代表的是它都会得到一个相对应的回报。OK， 那你们的吉星就那么一个。OK，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你们今年的凶星有什么？有灾煞、牢狱、天狗，还有吊客。那这里呢，有主要的几个凶星会对你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来留意一下啦。那灾煞呢，代表的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来影响你。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正常啦，因为你开始呢忙起来了，你开始动起来了，所以呢你会发现我好像忘记很多事情了，我好像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了。所以对你来说你会发现好像都是问题，都是阻碍。那牢狱呢，就是讲一种阻碍的情况。那另外呢，它也代表的是你会感觉有很多的限制。OK， 那这个牢狱呢，不代表的是你真的要去坐牢啦，除非你是有做犯法的事情。所以呢，它这里代表的是你做很多的事情，或者呢你的生活、你家庭、工作里面，你会感觉呢有很多的限制，好像有很多人都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你不能挑战这个界限，不能越过这条红线，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是有好有坏啦。这代表着说你知道自己的限制，或者呢对某一个事情别人的一个底线在哪里。那至于你要不要去挑战，就变成另外一回事啦。OK， 那当然了，我们要挑战的话，你就要思考那个是可以被挑战的事情吗？如果好像是国家的法律或者一个组织，我们公司里面的一些条例的话，你就要问，值得我去挑战吗？OK， 因为你们今年会特别去留意别人给你设定下来的一些限制或者一些条例啦。那当然，我的建议是不要做任何犯法的事情。OK， 如果公司的条例的话，我觉得如果合理，或者你觉得你应该去挑战它，去让它改变的话，那也无妨。OK， 但是你要愿意承担那个风险因为可能呢你就被炒鱿鱼被辞职了。OK， 那天狗跟吊客的话，讲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损失或者吊客呢是一个悲伤的情况啦。那这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啦，就是你面对很多问题、很多限制的时候，很多阻碍，你就会非常的不开心。然后你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也会容易产生一些小损失啦。那这些呢，我会觉得都不是一个大事情。这里比较重要的两个凶星呢是灾煞还有牢狱。所以呢，我来总结属兔的今年的运势的话，其实首先第一个要恭喜你们重新忙碌起来。你们去年呢真的休息太久了，我们今年呢就真的要做事情，要冲。但是呢，你们在动起来，你们忙碌起来的时候，也要先了解自己的局限与不足在哪里。
我们刚才说啊，那个牢狱啊，很多时候呢，你可以说是别人给你的限制，但是如果我们往内看的话，也有代表你自己的一个局限。那这个局限呢，是你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啊自己能不能做到一件事情，或者呢，我们能不能成功啊？当我们想是，哎呀，不可能的啦，我的能力这么不足，我的背景这样，这些呢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一个限制，你的一个局限。所以呢，你要先去察觉到你自己呢在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限制，不然的话哦，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啊会越走越窄。因为呢，你不断的去局限你自己，不断的去压，OK， 然后你变得整个人呢就会什么事情都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OK， 然后你也不可能成功，你也不可能赚更多的钱。所以呢，我们啊今年啊，你可以尝试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利用这个牢狱的这个凶星，去观察是否有设限你自己。OK， 我们只是来观察。我们暂时呢不去挑战它，但是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你观察过后，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开始觉得，这个是我要继续坚持的吗？这个局限真的对我有好处吗？那个时候你们就要自己去决定，你要不要去放开这个局限，你要不要去突破 ？OK， 那很多时候啊，我们这样子去挑战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呢就会变得好像不一样了，很多事情都有机会了，都有变得可能起来了。那第三个点呢，我会认为啊，你们也要懂得如何去管理一个危机，因为我们有的一个凶星啊是灾煞，通常啊在某一些情况，我们会说啊是有天灾啊，或者一些很大灾难啊，很多危机啊这样子。那当然了，我们不是每一天都有天灾嘛，所以呢，如果是放在个人的生活、工作里面的话，代表的是你可能会突然间让自己啊陷入一种危机里面，你呢变成要去懂得去如何去处理它，如何去管理它。所以呢，属兔的啊今年你要让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啦。所以呢，如果你们要记得一句话的话，你们要做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能力，你自己的这个思维，你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呀，是否匹配眼前的事物？你们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思考啦。因为呢，这个牢狱呢是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局限、自己的不足。那当你观察到不足的时候，你就要快点去让自己啊进步，让自己呢变得更好，来匹配什么呢？因为你们今年有灾煞，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会来到你这里。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去匹配、去解决的话，你就会非常的痛苦啦。所有的这些凶星啊，我们先了解了，我们懂今年啊会有大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呢就可以先为他们做准备。当你做准备的时候，你就感觉也还好，这个情况呢也没有非常的严重，也不像我讲的这么恐怖啦 ，OK， 所以呢，我都会觉得啊，我们看吉星凶星，我们呢都要以一种好像去做准备的一种心态。吉星呢，你不去用，你不去为它做准备的话，你也是得不到它的好处。凶星呢，你不去为它做准备，你就准备被它凶星，OK， 被它影响、打击，产生挫折，感觉非常糟糕，这样子吧。但是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你觉得我已经预期了，或者你觉得没有什么伤害 ，OK， 因为呢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已经懂得如何减低那个损失，减低那个冲击。我们在人生啊最害怕的是一些惊喜，我们有太多的惊喜的话，我们无法应对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错的决定。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减低这个 surprise 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的人生啊，你会发现，其实我很多时候都准备好了，我做的决定都很不错。
OK， 好，那以上呢就是属兔啊，在今年会有的一个运势。那我这里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会点击这个视频呢，是应该你是属兔的，就是说你在兔年出生。但是啊，其实每一个人呢，你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生肖，而是有4个。我们排我们的八字命盘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年、月、日、时，对吧？所以年呢，就是说你在兔年出生；月的话，基本上是你在大约3月份出生的话，你很大可能呢就是属兔的月份。那日呢，我们需要排你的八字出来，你才会知道是不是属兔的日。那时呢，是我们的早上5点到7点出生的话，你们呢就是出生在卯时啦。那我们的这个八字里面呢，不同的地方呢，也代表不同的事物。年的话说的是你的社交圈子，你的朋友；月份呢是你的事业工作；日呢是你个人的一个状态，或者呢跟你另外一半的感情生活。那时的话代表比较多东西，是你个人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呢由你所掌管的下属、你的孩子，还有啊你所投资的东西啦。所以我们来看兔年出生的话，你呢，转眼间啊，我们就来到了2025年，也就是乙巳年呐。那在这个全新的一年里面，又会带来怎样的危机还有机会呢？在来临的这个线上分享活动启动2025，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今年有的能量组成会是如何。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八字、风水、奇门遁甲，甚至易经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创造最好的一年啦。那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去报名。那我们到时线上活动见。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要记得不要进行高风险的活动，或者呢去一些高风险的地区，就尽可能不要让自己去一些好像有天灾容易有地震火山爆发这些的地方啦。那如果你刚好是在这些国家的话，那你自己呢本身就先不要去进行太多高风险的活动。那如果你是在这些国家，那没办法嘛，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所以呢你就要想我的应对方式有吗？就是如果有发生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有办法很好的帮助自己或者求救吗？还是怎样？那你们可以先提前去思考，它不一定呢代表就是说一定会发生，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嘛。所谓的天灾这个影响其实你可以说是非常的随机的，会影响什么人，会造成什么伤害，都是非常的随机。那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只是我们有主动性的地方，就是首先第一个不要让自己处于危险，第二可以准备的话，我们先来准备可以做的东西先做好。OK， 那如果是月份的话，代表的是你在工作里面，在事业里面你要懂得用有限的条件你去做最好的一个安排。你会很忙碌，你需要做很多东西，你们呢要处理公司很多的一些危机问题挑战OK， 所以呢你们可以做的就是先了解，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司，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有限的这个资源，有限的这些条件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怎样利用这些条件去解决眼前的这个危机。那当然如果你们现在暂时还没有遇到危机的话，也是可以先提前准备好。那如果是卯出现在日的话，这里呢就要提醒不要过度的去限制你的伴侣。OK， 那很有可能呢是你自己觉得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灾难。OK，it's a disaster。所以呢，你会发现，你会想要去控制它，你要去改变它，
你要让它变得不是灾难 ，OK？ 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很多时候是你的看法 ，OK？ 我们的这个凶星啊，影响的是你自己，不是影响对方。所以呢，你要做的是从你自己下手，你要减少太多的一个限制。它可能呢是没有问题的，你自己认为它有问题 ，OK？ 那如果你真的认为你们的关系在今年变得非常的不好，那你们可以做的就是要进行一些可以调整你们的这个关系，调整你们的身心，你们每一天的生活的一些活动啦。可能呢，你们可以去公园散步啊，一起去运动啊，来一个约会啊，这样子啦，不要做太高风险的事情啦。OK， 记得你们还是呢要做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安全的事情，你们就可以舒缓多一点那种灾难的这种感觉。而且啊，记得你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他是在工作里面很忙的话，你要可以允许让他去忙啦。因为呢，他就好像你会看到你的另外一半非常的忙碌，然后你想去限制他，那我们尽可能呢就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可能另外一半呢是在冲着他的事业，他在非常专心的去赚钱。那如果啊你突然间要他停顿下来，你要去限制他，那对方可能就会非常的生气，或者会有一种反弹。那你不要做这样子这样硬的一个硬性停止，你们可以做的是让这个东西比较舒缓。好，那如果10出现在卯的话，它影响的是你内心的想法，所以呢，我们要更加的留意你内心是不是有太多限制性的想法。那通常啊，你只要去可以观察到，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去解决它。因为呢，很多时候啊是人没有发现的，我们人会只是按照我们原本的一个方式去生活。但是呢，如果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事物，你永远的好像做不到的时候，很有可能呢，就是有一些限制性的思维在阻碍着你。那你在今年呢，就是很好去观察的时候了。那对于你的下属啊，你的孩子的话，你要记得要允许他们有更多的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啊。不要让他们呢感觉处处都被你局限，处处呢都不能，因为呢你可能会觉得他们是一个灾难这样子，所以你也是要开始去控制他们。所以呢，我反而觉得你们要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思考，自己呢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当你提供一些空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他们呢其实也是很有能力的，很有条件去自己完成他们的一个事情。那在资产在投资方面，我也会建议呢，尽可能不要做任何非常大型的投资啦，因为你们今年的吉星呢是没有任何辅助的，在投资方面，凶星呢还是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会说不要做任何的大投资啦。OK， 好，那以上呢就是属兔的在今年会有的一个运势。如果你是属兔的话，记得留言让我知道你会怎样去让自己呢发挥今年最大的一个作用啦。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属兔的家人还有朋友。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